在英国发现的这种新的病毒毒株之后呢，出现了跟原来的毒株不太常见的状况。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新冠病毒已经肆虐全球1年了，疫苗的出现也终于给我们重返常态的一个机会，也带来了一线曙光。然而，近期英国等地出现的病毒变异和激增的确诊病例，让这个世界的疫情防控增添了阴霾。这也让更多的人担心，是否一场新的危机即将来临了呢？尽管变异病毒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和未解决的问题，但大家关切的问题却是接踵而至。病毒真的变异了吗？变异病毒是否具有传染性？是否更加致命？感染变种病毒后会有哪些不寻常的症状？疫苗是否还有效呢？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疑问，那么接下来呢，就跟飘哥一起脑洞飘飘去寻找可能的答案吧。当然，我们是寓言频道，然而我们传播的也是知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12月14日的发文说，英国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当局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通过病毒基因组的测序鉴定，出现了新的 SARS-CoV-2 变体。那么此变体称为 SARS-CoV-2VUI， 初步分析表明，该变体可能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该变体是否与症状严重性、抗体反应或者是疫苗功效的任何变化有关。病毒真的变异了吗？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1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警告说，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变种首先在英格兰发现，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传播，可能与更高的死亡率有关。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近的一次调查报告显示，在1月15日跟进，说是全球有多种新冠病毒变异体在流动。在英国出现了一种名为 B117 的新变体，那么其变异数量异常之大，该变体比其他的变体更容易迅速的传播。美国疾控中心还说，除了在英国出现变异的这种病毒之外，在南非、在巴西也同样出现了不同的变种病毒，而且最近也有传闻说是传到了日本，传到了台湾。南非检测到的另一种变种病毒，它是叫什么呢？叫 1.351。最初在去年的10月初发现的该变体，在与英国发现的变体进行了一个对比，具有一些更进一步的突变。而在巴西出现了一种名为叫 P1 的变体，并在来自巴西的4名旅客中发现了这些旅客他们在日本东京郊外的羽田机场进行了例行检查时进行了测试，该变体包含一组可能影响其被抗体识别的能力以及其他的突变。看来病毒真的是变异了，那么变异病毒是否具有更强的传染性呢？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这一警告是来自于尼尔·弗格森发表的一份声明。尼尔·弗格森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出现呼吸道病毒威胁顾问组 NEVERTAG 的成员。英国独立电视台 ITV 的编辑罗伯特·佩斯顿，他在1月22日发帖说什么呢？他说呀，新出现的呼吸道病毒威胁顾问组的 NEVERTAG 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新的新冠病毒的毒株可能比现有的毒株更具有致命性。研究表明，它的传播率提高了至少是30%到70%，一时激起千层浪，可谓是 Oh my God， 嗷狠！变异病毒是否更加的致命呢？该变种病毒早在去年9月首次被发现，并与去年年底在英国观察到的感染率激增有关。
尽管科学家此前曾表示该变体似乎没有更大的危害，但是该变体具有更强的传染性，这一点已经被广泛的接受。英格兰首席科学家顾问帕特里克·瓦伦斯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英格兰1000名60岁以上的男性感染者中，原始的病毒会杀死10个人。他说呢，新病毒会杀死13个或者是14个人，这意味着死亡率上升了30%。因为病毒毒株变异之后传染力更强、更致命，这给未来增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到底病毒什么时候才会彻底结束呢？那么让我们联想到100年前，也就是1918年的那场谈虎色变的西班牙大流感。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发生在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世界卫生灾难。在1918年1月到1920年12月期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了5亿人感染，相当于当时世界人口的1/4，大约造成了全球1741万至1亿人的死亡。尽管是关于有多少感染者死亡的估计差异很大，但是无论如何，西班牙大流感被认为是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流行病之一，仅次于黑死病。确诊患者和死亡患者以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居多，而目前新冠病毒主要造成死亡的人群则是以老年人和本来就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为主。在最严重的第2波的西班牙流感疫情当中，20到35岁的青壮年族群死亡率特别的高，而现在变种病毒在60岁以上的男性感染者中也增加了30%。如今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也是造成了大量的感染和死亡。根据世界实时统计数据网显示，目前全世界感染新冠病毒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9874万，死亡人数是211万，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说到这里，飘哥不禁感叹，难道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真的回来了吗？感染新病毒后可能出现的6个较不常见的症状。那么西班牙大流感它的症状除了高烧、头痛之外，还有脸色发青和咳血等。那么大家关心的新病毒有哪些不常见的症状呢？人感染新冠病毒原来的毒株之后，症状通常包括高烧咳嗽、嗅觉或者味觉丧失。但是在英国发现的这种新的病毒毒株之后呢，出现了跟原来的毒株不太常见的状况。那么根据医疗团队的总监药师侯赛因·阿布德所说，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头痛、咽喉痛，而其他人则可能会感到腹痛、腹泻，或者是无法解释的结膜炎，或者是其他的非常奇怪的与冠状病毒有关的一些症状。他告诉英国健康快报说，是新的冠状病毒具有与最初的病毒相同的症状，但是呢，最常见的症状是持续的干咳、疲倦、味觉或者嗅觉的改变，或者是根本无法闻到任何的气味，以及会出现高烧的状况。世界卫生组织还列举出了新的症状，其中包括结膜炎、头痛、喉咙痛、角质炎性的皮疹、影响角质的发炎性的皮疹、腹泻、腹痛等等不太寻常的状况。刚才的这些症状让大家可能感到有些烧脑。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现在的疫苗对于新的变种病毒是否还有效。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新的变种会对目前流通的疫苗产生抗药性，这种担心源自于以下的各种事实。那么3种主要的疫苗是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以及牛津的阿斯利康疫苗，都针对病毒的刺突蛋白而研制开发的。这些变体都有突变。根据英国医学杂志
BMJ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南非的病毒变体与英国和巴西发现的变种病毒具有相似之处，因为它们同时包含了 N501Y 以及 E484K 刺突蛋白突变。那么，然而呢，根据英国医学杂志 BMJ 报道，研究人员仍然非常有信心说，这种疫苗能够对新的病毒的变种有效。还有一点呢，其实大家应该引起注意，就是莫德纳疫苗在某个序列上被告知停用了3天，虽然后来又开放了，但是呢，也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另外，还有机构建议辉瑞和莫德纳是可以相互替代打的，也就是说，你第一次打了辉瑞的话，第2次可以打莫德纳。就此，洛杉矶华人资讯网还请来了专家进行了了解。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专家讲 mRNA 就像是披着狼皮的羊，它的目的是引起免疫系统的注意，然后呢，免疫系统会根据这个特征对真的狼进行消灭攻击战。这个比喻其实很爽。那么英国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他表示，在南非和巴西出现的变种可能也不那么容易受到已开发疫苗的影响。他说呢，我们将会发现疫苗对这种疾病有多少的效果。南非和巴西发现的变种在形状上有更多的不同，这可能意味着它们被不同的抗体识别。那么我认为现在要知道疫苗对人的影响还为时过早。那么我们再深挖一下，西班牙大流感是什么时候结束的？西班牙大流感分为3波，第一波发生于1918年的春季，基本上只是一种普通的流行性感冒。第2波发生于1918年的秋季，是死亡率最高的一波。第3波是发生在1919年的冬季以及1920年的春季，死亡率介于第1波和第2波之间。在当时，人们还不清楚流行性感冒是由什么病原体而造成的，流感的病毒还没有被分离出来，也就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西班牙流感这种病毒逐渐的神秘的开始，又神秘的消失了。直到13年后，也就是1933年，英国科学家威尔逊·史密斯、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以及帕特里克·莱德劳，他们在1933年才分离出了第一个人类流感病毒，并且命名为 H1N1。从此，人们才知道了流行性感冒是由病毒所造成的。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神秘界，印度神童阿比亚·阿南德关于病毒的预言。当年西班牙流感病毒是神秘的消失了，但是目前的这种变种病毒是否也会造成像西班牙大流感那样的大的灾难呢？印度神童阿比亚·阿南德早在2019年8月的时候预测就说到，2020年的12月20日将再度迎来超级大灾难，并且持续到2021年的3月底。他预计这有可能是疫情的2度大流行，也可能是出现新的超级细菌，或者叫 Superbugs。然而，从目前英国、南非、巴西、日本以及台湾的新的变种病毒来看，似乎印度神童预言又再度成真。阿南德又预言，今年2月10日则会发生更大的天象变化，也就是6星连珠，地球可能发生更大的灾难，到时候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崩盘，而这场灾难将持续到11月份才会有所好转。而门塔也有惊人论断，咱们稍后再和大家进行进一步的揭晓。疫情期间，祝大家平安。好的，今天呢我们就飘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飘哥。Peace out。